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的视频将继续跟大家分享文心兰的简易养殖方法。上一集分享的是用新鲜苔藓来养殖文心兰，方法很简单。这一颗呢是另外的一种简易的方法来养的。先赏花，你觉得这样的效果应该算可以吧？用这种方法来养殖文心兰，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颗，还有另外的这一颗。这一颗也是香水文心，很香。这颗是香槟色的，看实物更好看，是粉红和桃色之间，很难拍出那个效果。前几年它开的花都是偏白色的，没有今年的好看。我觉得今年的特别好看，是因为光照和温度的影响。今年它得到了比较充足的光照，温度呢是偏低。以往的话，蓝色是最低68度，今年我设定的温度是最低60度。用摄氏来算的话，往年呢最低是20度，今年最低是15度。很多兰花的花色都会受温度和光照的影响，好像盾花蝴蝶兰，低温的情况下，它开出的颜色会比较鲜艳，好像吸温，跳板的机会就比较高。言归正传，我们继续说这种简易的方法养出的花的效果。其实这里只有3个球茎在开花。先来看一下这里，这是一个花枝，2个花枝，还有这边这里还有一个花枝，也就是说一个球茎能开出3条花枝。再来看另外的这个球茎，这里有1条花枝还没开，另外的这一边也有1条花枝，这个球茎就有2条花枝。再来看这一个球茎，这里1条花枝，这里2条花枝。再来看这边，转一个角度看清楚一点，1、2、3，就是总共8条花剑。多少条花剑还要看盆里的有多少球茎在开花。如果有10几个球茎，那8条花剑不算多。但是现在只有3个球茎在开花，已经有8条，那么说明这个效果是很不错的。它是用什么方法来养殖的呢？答案马上揭晓。看，盆里面套着还有一个盆，里面装着水，这种叫自动吸水养殖方法。这一盆粉紫色的这一盆呢，花也谢了，这是最后1条花枝，马上就要剪了。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它是怎么养的。看，也是同样的方法，自动吸水方法，就是在外套盆放一些水，通过1条棉绳把水往上引，这叫虹吸。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学物理就学过了。这里看到有一个球茎这样的，这有没有问题呢？这种摸上去是干干的，不是湿漉漉的那种，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球茎太老了，已经干枯，可以把它从盆面上拿掉，然后用一把消过毒的剪刀把它跟另外一个球茎连接的地方剪断，然后用手把剩下的那一部分揪出来。看，太老了，根本上就没有什么根。这一部分呢，拿出来和不拿出来关系不大，因为它不是有病的，所以呢留着也没有什么关系。盆里的这个位置呢，也不需要做什么处理。通常文心兰开完花之后，我会把表面的这些老的叶荚也除去，这样比较美观，而且呢不容易滋生细菌。
这条花枝也开得差不多了，把它下花。另外想跟大家分享一样，就是这个球茎，这是已经没有生命力的球茎，那要不要像刚才那样把它拔掉呢？这一种呢，先不要，让它把所有的营养回流，干枯了再处理它。现在手上刚好有一颗长得不太好的文心兰，准备让它来做一个示范，让大家看一下自动吸水是怎样做的。首先，根不要全干，要带有一点潮气。这里我用的盆是一个汤盒，自己打了底孔，用包粽子的棉绳打双层，穿过底孔，然后用一条小棍子穿过棉绳，把它拉长一点，然后把棉绳在盆内绕一下，这样子，棍子放在盆面上，然后在盆底加一些植料。我这里用的是黑金兰花专用配方，其实不一定要用这个，可以用全水苔或者是水苔和树皮的混合植料，不要用全部粗颗粒，一定要有细的植料在里面。然后把花放到盆的中央，不要放得太高，放低一点，如果高度不对的话，到时候可以把它拉起一点，然后把植料往盆里面装。这个步骤跟一般的兰花上盆是一样的，除了加植料之外，还要在盆边拍打，让植料均匀分布，不要用手把植料压紧，然后把这条棍子拿开。现在明白为什么要用这条棍子了吧？要是不用的话，这条棉绳就会压在盆底了，吸水的效果可能就没那么好。然后拿一些潮而不湿的水苔铺面，用火山石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来铺面也可以的，比较美观，而且也保湿。水苔不用压很紧，轻轻的压一下就可以。现在一边做一边说一下自动吸水有什么好处。它跟一般的浇水不一样，一般的浇水方法，盆内可能会有积水，可能会过湿，而用这种方法呢，盆内的植料会潮湿，但是不会积水，这就避免了浇水过多而造成烂根的问题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这样子，所有的球茎都要在植料以上，不要埋起来。但是有时候文心兰很讨厌的，它会往高爬，好像这里这个就高出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位置呢，就可以多给一些水苔。用水苔就是有这个好处，用其他的植料都做不到这一点，其他的植料会往低处走。好，上好盆了，别忘了给它插上名签，并写上日期。看到这，可能你会觉得这跟普通的植料养殖的上盆方法不是一样吗？是的，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尝试过觉得不满意的话，完全可以按照原来的植料养殖的方法来养殖，没有问题的。在春夏秋3季，我把它拿到室外的时候，我会把外套盆拿开，然后就按普通植料养殖的方法来照顾。因为室外的环境通风好，用水龙头直接浇就可以了。在室内，在外套盆放一些清水或者是淡淡的肥水，让水通过棉绳往上吸，水不要碰到上面那个盆的盆底就可以了。这种方法是不是令浇水变得很简单？只要保持外套盆有水就可以了。还想跟大家分享一样比较细节的东西。这条绳最好在下面打一个结，因为这个绳比较轻，很容易就粘在盆边。打了个结，它就会垂直的掉在水里面，
不容易粘在外套盆边。刚上好盆的这盆花先不要给水，因为在上盆的过程中可能根会有一些损伤，还有上盆的植料是潮润的，所以让它干2-3天没有问题，反而会刺激它长新根。这种方法最关键一点就是不能用溶肥，我是用建议浓度的1/4。以上是我养文心兰自动吸水的方法，欢迎留言，谢谢收看。